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你聊聊一个只有在极端乱世中才能看清的新加坡奇迹。就在此时此刻，2026年的世界，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那种久违的平和正在被一些突如其来的冲突打破。就在前几天，当某个区域的冲突突然升级，10多个国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宣布关闭领空、封锁边境的时候，机场里挤满了绝望的人。大屏幕上一片鲜红的 cancelled， 那种无助感，即使隔着屏幕都能让人窒息。但就在这种集体关门的死局里，有一群人，他们却接到了精准的撤离指令。他们拿着那本印着鱼尾狮的小红本，在多方特许下，走向了唯一一架能强行起飞的飞机。我想请问在座的新加坡同胞，或者正在考虑拿身份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枚鱼尾狮护照能敲开所有被锁死的大门？今天我不跟你聊那些虚的排名，我们要拆解这本护照背后一整套由几代新加坡人交税服役支撑起来的极其昂贵的全球信用系统。很多人平时夸新加坡护照，第一反应就是哇，免签190多个国家出国好方便。阿明要告诉你，那只是太平盛世的红利，在和平时期，它不过是你的旅游通行证。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当冲突爆发，资源挤兑，这本护照才真正展示出它的另一面价值，你的全球优先清算权。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当资源有限，只有一架飞机能飞，只有100个人能上船时，真正决定谁能先离开，不是抽签，也不是靠运气，而是由你背后国家的外交信用等级决定的。而新加坡护照正是这种国家系统化运作的体现，是几十年外交积累的红利。2026年3月，当沙特周边局势复杂化时，我们看到新加坡政府果断动用空军的330M的运输机协助撤离。这不仅仅是派一架飞机，而是一场深度跨国协调的外交行动。要知道，在复杂区域内，领空常常处于严格军事管控，甚至很多国家的民航都申请不到航权，但新加坡的运输机却能飞进去安全执行任务。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重点，外交面子的变现。而新加坡国民能够享受优先撤离的保障，靠的不仅是技术或硬件，更是多国间高度信任的外交网络。大家可能觉得新加坡是个小国，在全球能有多少大使馆？确实论规模，我们比不上大国。新加坡在全球常驻的使领馆只有50来个，但你要看数据背后的逻辑。新加坡拥有超过87个国家的领事覆盖，这多出来的30多个是怎么来的？是靠名誉领事，更是靠那张极其恐怖的外交互惠网。阿明带大家复盘一个细节，就在之前的撤侨行动中，新加坡在当地甚至没有大使馆，按理说你连联络人都没有怎么救，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新加坡公民接到了指令，让他们直接前往沙特或者阿联酋的集合点，搭乘这些国家的军舰或者包机撤离。为什么沙特会帮新加坡？为什么阿联酋会给新加坡留位子？因为新加坡在和平年代，通过张仪枢纽的开放，通过淡马锡在全球的投资，通过我们极其低调但高效的借力外交，把这些国家都变成了我们的互助伙伴。在东盟 ASEAN 框架内，新加坡人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大马或印尼的使馆，寻求同等保护。这就叫非对称资源的利用。小国的强大不在于我有多少军舰，而在于我有多少顶级的朋友，在关键时刻愿意分我一个舱位。这就是外交的天花板，平时存信用，乱世提现。咱们再聊聊技术。很多朋友平时出入境，可能觉得外交部麻发发的那个 e-register 提醒很烦，或者觉得 SIM-Pass 管得太宽。但阿明要告诉你，这其实是你的数字化生命线。截至2026年，新加坡的 e-register 已经完成了与全球出入境数据、通讯漫游信号和地理位置的深度联动整合。想象一下，当一个地区发生爆炸或者政变，大国的使馆可能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请在当地的国民尽快联系我们报平安。而新加坡的系统在干什么？通过你的 SIM-Pass 记录和漫游位置，后台已经生成了一张精准的动态热力图。它有多精准呢？新加坡的撤离短信不是群发的，而是根据你的坐标实时动态发送清晰指令。你目前在 XX 街，请在2小时内前往3公里外的 XX 建筑集合。这种定点救援的能力看似简单，但背后依赖的是政府对技术的长期投资，以及智慧国 Smart Nation 计划中巨额资金的砸入。
是想当别的国家的人还在摸索信息。新加坡人的系统早已启动，这种安全感是平时你交的税，政府的技术工程转化为你的生存保障，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救命稻草。现在我要说一个可能有点扎心，但极其现实的话题：身份的隐形豁免权。在乱世中，有些国家的护照虽然代表着强大，但在某些激进组织或冲突方眼里，那是靶子。而新加坡护照呢？它在国际安全评级中常年处于最低针对风险等级。为什么？因为新加坡几十年来坚持的不选边站策略，我们谁都不得罪，但我们在所有阵营里都有利益节点。对于冲突双方来说，多一个新加坡人，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收益，反而会切断自己未来通往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中介窗口。所以，新加坡护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层政治防弹衣。作为新加坡人，你出国的底气不仅来自于你口袋里有钱，更来自于全世界对这个红白球鞋小个子的普遍不反感。这种中立红利是小国生存结构的终极胜利。最后，我们要聊聊那个让本地人最骄傲，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系统——我们的硬件。很多人问，为什么新加坡撤侨总能这么快，甚至在绝境中抢得先机？答案就在这两大关键资产：我们的航空公司和空军硬件。先看数据，新航不仅是全球顶级民航公司，它其实也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系统的一部分。作为全资国有控股，通过淡马锡运营的新航，在应急状态下的资源调度是直接按照国家利益优先级来的。简单来说，它是我们国家的准军事民航。同时，新航可以在不到48小时内完成商业航班向紧急撤侨包机的快速转换，保障迅速调度。在谈空军，重点是我们的明星机型 N330MT。这架飞机平时主要用于战斗机空中加油，但它的另一个身份更加重要——多角色运输机。今年3月，为配合撤侨，它被迅速改装为拥有200加座位的专机，兼备医疗转运能力。这架飞机贵吗？当然贵。但为什么我们必须买？因为作为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岛国，新加坡必须拥有在全球任何角落强行起飞、强行接人的能力，它是我们生存终极保障的一部分。这种基建投射力，就是为了在商业民航全线崩溃、保险公司不再赔付的时候，国家能成为那个最后的唯一的保底人。说了这么多，阿明其实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要只在买机票免签或者在海关快速过关时才觉得这本护照好用。新加坡最强的地方不在于某一个领事馆多牛，而在于它构建了一整套信用、外交技术硬件闭环的精密系统。你平时的服役，你每年交的税，你遵守的每一项合规要求，本质上都是在给这份全球终身保险交保费。小国的强大不在于它能发动多少战争，而在于当战争发生时，它能凭这几十年来积攒的所有面子和实力，从死神手里强行为自己的国民买回最宝贵的逃生时间。如果你还没用过 eRegister， 或者还没搞清楚 SIMPASS 在海外的紧急功能，真的别等出事了才后悔。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战乱地带，身上只能带一样东西保命，除了现金，你会选择这本护照吗？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我是阿明。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看懂了新加坡护照背后的逻辑，点赞、转发加订阅，我们下期见。